的胶质。是市面上最贵的石斑鱼了，没有之一的。什么老鼠斑，跟这个比起来就是弟弟了。这只多大？这是5斤多5斤多吗？那这个是差不多了。 ，6斤多的。给吃掉了那个？老板说大的不好卖，不好卖，不好卖，也就多少钱？吃到嘴这条应该1个都不留。到嘴肯定1个大不了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 MO 硬邦邦的节目哦。你们觉得说什么样的鱼才符合海里面最贵的鱼种呢？比如说野生大黄鱼、野生的大老鼠斑，还是那种超大只的野生山刀呢？当然了，以上这几种选项都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它在香港地区也好，广东、福建一带也好，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海中的鱼皇啊。它的名字叫做什么？赤点石斑。那在我们福建地区呢，大致是出产3种的常见石斑鱼，有什么呢？第一种青斑哦，那第二种呢叫土斑，第三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叫红斑的。这3种石斑鱼呢，它的口感、身价都完全的不一样。那以红斑呢最为的珍贵哦。那一说到珍贵这2个字，我相信更多的小伙伴对另外一件事情很好奇是什么呢？就是石斑鱼的身价。那在我进一步的接触了海鲜之后，我才发现海鲜的价格它都不是固定哦。以我们现在的红斑举个例子吧，在2011年吧，那时候1斤重的红斑单条的个体就到350块钱左右的1斤了。但是呢，如果是8两左右的红斑它一条只要180块钱1斤哦。我大概是从结婚起呢，才慢慢学会自己去烹饪这些海鲜。那么自从我烹饪海鲜开始呢，本着呢居家好男人要给家人呢吃上最好的，然后同时又要满足性价比最高的这个原则呢，那段时间8两的红斑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家餐桌上的常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鱼呢，它出肉率又高，自己肉多刺少。所以呢，我觉得在家庭使用方面呢，老少都是皆宜。如果小伙伴处于那种初出茅庐、这种出社会阶段的时候呢，不要被一些高档的海鲜一下子吓倒了。你大可以呢，从这些海鲜的尺寸出发把这些小尺寸的海鲜设定为你的目标，勇敢的呢去市场那边闯一闯，一定会有新的收获。好，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正题，有没有？这是一条1斤重的赤点石斑哦。市场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上了1斤以上的赤点石斑，它就可以上正儿八经的宴席餐桌了。这样1斤以上的规格的红斑，大概市面价的话，我们厦门这边起码600块以上。所以呢，假如小伙伴们在某场宴席中吃到一条这样规格的红斑，就证明你一定是当天晚上尊贵的客人。那这玩意儿呢，是一条3斤以上规格的赤点石斑呢，绝对就算到大家伙了，也并不是那么经常可以看到的哦。它的身价呢，起码就是在1000元以上1斤哦。这样一条的话，那如果你在宴席中吃它的话，事情就大条了。我跟你讲对不对？你那一顿饭绝对是小5位数了。OK， 他可能去旁边，为什么呢？旁边有个坏家伙又来了。这玩意儿是什么呢？它是一只超过了5斤以上的赤点石斑哦。5斤以上是什么概念？反正我是没有吃过，太漂亮了。我们把生前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太夸张了。在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职业杀手上场，舒服。一点汁都没有，但是有油脂哦。哇，两个太破了，怎么办？没事，这是刚好是吃的，没关系，他不会打你的。大家伙，也就5斤，开肠破肚。我是鱼喉咙里面的肉，哇，好漂亮这块，有没有？做的太好料，我拿刀子顶住这块。这样还是我来吧。休息。每个男人都很想杀这只5斤的红斑。对，有这种。不要过这两只肉。
有没有？这连接点在这边。刀子是太简单了。是鱼胶，鱼胶的柄来知道要把鱼胶剪破掉了。剪破了。哇，牛逼！哇，牛！有没有？沿着这鱼鳍全部剪下来。这边还是有块小肉。这边是鱼喉咙的位置哦，鱼喉咙直接接下来去哪里？鱼扣。鱼扣。然后鱼竿要保持住，扣跟杆就没用了。这是今晚的内脏。之前跟大家讲过了，家里头如果没海水的话，尽量撒点盐巴去洗，可以把鱼腥味洗掉，这样冲一冲，鱼的鲜味也比较不会流失。抹一抹就立马洗掉，这个就是要留很久，我也不用怕鱼太咸。这就是我们清理完的这条，一定要擦干，要开始睡觉。虽然它之前已经被我们睡了一晚上，你看肚子这边也是一样擦干净。我们这边烧进去。我们的赤点小肥猪准备进冰箱，剩下就可以了。那我现在准备呢，拿鸽子先吊一个汤哦，然后我拿这个鸽子汤呢来穿我们的鱼片。然后我们这边的事先也要煮一下我们的小南瓜，就是另外跟它加了3勺的鸽子汤下去，先给它混合一下，再来一点鸡汤。为什么现在加那么多鸽汤下去？因为它很浓稠啊，待会你煮的时候它是会有个收汤的过程的。还得来点海克斯科技，它适合加一点的炼黄油无盐的，来一点点的盐，糖也要来一点，糖呢只要盐的一半，炼乳里面已经会甜了。最后会调味下去的胡椒，然后就是漫长的收汁过程了，有没有？哎，跟女巫磨汤一样，有没有？它很艰难的冒泡泡。3天又过去了，莫名其妙腰子掉了2颗。本主为拍这期节目只刮掉了1颗肾，现在2颗肾都没了。这不是传说中的紫色吗？我们来试一下它的拍摄效果怎么样。把其中的1颗腰子给它开包了，要不要投一下回一下？要不要回一下本？哦，还是这样，软了，肉软了，可以了。这个鳞片小多啊，比较难搞。像这种比较复杂的活呢，就请我们的专业职业杀手。哦，看我一下，这肾好重啊，它实在是。扎到，老王刮了半条命，展示一下它背部啊，真的很厚哎。现在准备把这只翅点给它取肉下来吧。哎，香的哦，你看大的石斑里面是还有胶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晒干就是鱼胶。其实什么是鱼胶？就是鱼的里面的泡，鱼泡，控制它自己成熟的。水呀！天哪，看到没有？白白的油脂，又开始跟那个石斑一样了。这边割下去就都开了。4点石斑，快6斤的，也就切出了一半这么一点点大的肉而已。先把3角区取下来吧，因为昨晚我杀的时候，为了保留3角区的鲜度，我没有事先打开它。然后看到没有，这是胶哦。这个时候呢，需要老王的帮忙了。王，帮我，这是一只接近6斤的红斑的3角区，非常难得这一块。来。的精致化作业，这样我们就得到这半边很完整的红斑，这直接拿去清蒸，到时候，那这半边呢，我们可以拿去焗。我们现在准备来切我们做焗的部分了，对唇的部分，看牙齿，哇，这个够大块，唇。
滚肉的部分。因为今天晚上这只是腰子，是不是？所以肯定要配个腰刀。这是我们昨天弄的鱼扣哦，烫它一下，然后加点，然后这是我们的鱼头的部分、鱼胸的部分、鱼腹的部分，烫它一下。哦，你看，瞬间油脂没看到？为什么今天一定要烫鱼这个动作？这是这个问题。你头上鳞片怎么刮都刮不掉，你就通过烫一下就立马起来。这边呢就很明显了，都有鱼鳞的，可是有这个烫的步骤。要消毒掉，还是有一点点，还是有点没办法了。我们辛苦王帮我们洗好了今晚要焗的哦，因为待会要做腌制的动作，所以要把水洗干。你看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刚才肚子那一块是白色透明的嘛，熟掉之后是鱼胶，看那个大鱼都有这东西，控制它自己沉浮的。你待会腌制的动作，如果你不把一块块鱼肉擦干，你待会味道更进不去，扒不住。这是我们刚刚清洗过的石斑鱼块哦。加一点点的盐巴，一部分的鸡汁哦，一点点蛋清润它一下，尽量不要拿手了，因为它是半熟的鱼，你拿手把它鱼肉抓破掉，用它打一点的粉下去，分个边，起码10几分钟哦，我们去做别的菜了。焗石斑哦，我们用葱来焗哦。直接去下葱，刮一刮，烧热我们的砂锅，加了点油，就是用葱白的部分比较多。今天就不是那种很传统的什么姜蒜蓉啊什么的那种。加入这个金椒龙酱，金椒龙酱 ，OK， 加一点点飞地酱油酱。偷偷的把它再洗掉。不能刚刚好熟了。哇，好香啊！让我也在那里嘛，可以。那我等下打泡泡是吧？哦。这炖了也不知道几个小时了，2、3个小时吧，应该有。你看啊，鸽子骨已经基本上快化掉了，是时候把小鸽子拿起来了。当然了，这个肉也不要浪费。加个卤味，加卤味来烫我们的金汤鱼片。我们的鱼片哦，一定要把中间这边贴下去。我要讲一下。主要就是它皮熟，鱼肉其实很容易熟的。但那点缀上小叶子，舒服，巴西米其林金汤红斑。哇，来个观众朋友们 ，OK， 哦呦，盖起来，观众朋友们。
平时是不会这样开花刀的，但是我觉得这大家伙只能这样去给它开花刀，用最土的方式破坏了鱼肉的基底。2斤多，快3斤了，差不多12分钟应该差不多。这个12分钟。清蒸红斑，太小了。再加一个葱，把一缸给观众吧。啊，还有肉给他们来一块，够了。自己来，赶快，趁热。这种不想就没有了。哇，我天，今天你哇，还有刚才你没有。红斑的肉它就是很嫩，然后特别是那个皮哦，超级粗。那个皮满满的胶质，其实最好吃就是这块鱼皮。跟你讲，这鱼皮是好吃到，我告诉你讲，就是还有。就光吃是没什么快感，就从老王嘴里抢吃的那种快感很强，欲望很强。替观众干了他们最想干的事情。你看我们那有我第二，我们要敬老一下，敬老一下，敬老一下，来了。自觉点。啊，哦，好，是的，自觉今天好卑微啊！你看大哥旁边的一堆今天真的好卑微啊！这碗就人风套一口偷笑了。真的。非常好，很有嚼劲。我手扶一下啊！我吃过柳条肉，也好高化。太嫩了，非常好吃。其实吃这么多年红斑，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大只的。但其实3斤以上的红斑，并不会说肉质会柴干嘛，其实它还是非常的嫩，很好吃。红斑米扣，哇，太爽了！太大了吗？最后的人选，打架的人选。神了，神路！他没活过，他怎么可能这么大？有的，太好吃了，一杯肉，一点都不粗，非常的细。一定要带着它的皮吃哦。阿玲的，我们的林姐，希望她能帮我拍帅一点。那没办法，那没办法，收不到，哪怕是14都没办法。那不给你。太赞了。这片一定没有花掉。当然了，不够吃。你看，我就知道不是我就不称职了。所以我一直推我不要，我不要。哦，忙了一晚上，终于轮到我一口了。头其实是好吃的，但是现在可能有点凉，有点硬。剩下这一块也是好料的，但是其实还有一块在这边也是好料。这一块
也是老饕 boy， 你很会很到了一块肉哦。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嫩，还是有点老大。我觉得它是两个黏过了，黏过了是吗？是挺稀啊，黏过了，当然是很绵。我吃第一口非常绵。我凉掉了，是我然后我们夹水掉掉的，它皮好焦哦，胶质感很强，很黏嘴。鱼味很重，在皮那边鱼味很重。哇，太焦了，很焦。好东西。哎，小鱼胶。我操，舌头伸得太性感了。哦，哇，好舒服的鱼胶，好好吃。高老师每次平时都是自己独揽一条的，难得我第一次在家里面吃到了红斑。哇，它肉不好吃，它鱼皮好好吃哦。就是要带着鱼皮吃，我都跟那个鱼皮好好吃，鱼皮真的好吃。所以说太香了说的要鱼肉拿出来打鱼丸。啊，对，把鱼皮剥下来。哇，今天有幸我们直接搞了一条巨型的这种4点石斑，它不愧是真的海里面的鱼中之王，鱼皮非常的胶质，而且好的鱼，它只要有够焦的话，你吃到它都会吃出一个很奇怪的坚果香味，不知道为什么，那应该是属于油脂的香味。这个鱼笋今晚还是没有人碰，然后现在的鱼笋一定是非常难吃的，因为它已经完全凉掉，包括整个鱼头的这一部分。那为什么这个鱼头现在没人动？因为我们刚才焗的那个鱼头是有烫过一遍温水的，但是清蒸的时候，你看，你因为没有烫温水的原因，整个鱼头上面都是鱼鳞，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在家里蒸鱼的时候，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给它小烫过一遍的那个热水。你不要说怕一烫热水之后你的鱼鲜味就流失掉，因为这个包就完全说明了它的鱼味也是留存在的很直接的一个证据吧。当然了，不是说这4点石斑都会去推荐你们去买这东西来回来吃啦，因为毕竟这么大的4点石斑，它在市面上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有好东西一定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请一大堆朋友来自己家里头聚聚餐、叙叙旧，我觉得也是人生中极大的快事。所以感谢大家继续收看我们这一期硬邦邦的节目。那结尾就2个字喽，3、2、1，想要。